比特币会进一步清洗空头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来看呢，其实我个人呢，目前是在等待布局长线的空单机会。当然呢，我认为短期内呢，它有一个可以短多的机会。那我们现在说说为什么我在等待一个布局长线空单的机会。这种空单的布局呢，我是希望可以拿到破25000的这种空单啊，至少都要破25000。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在过去呢，我个人还是认为啊，我们在上面所走的这个箱体呢，它是一个派发的箱体，或者说它走的就是一个顶部的形态。不过呢，其实我之前是很怀疑这波上涨的，就因为这波上涨呢，让我对于这个盘面呢，确实有稍稍的改变了。就我认为，这个地方它拉盘的这么快，那它后续呢，很有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就出现这种跌破25000的行情，不然它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拉的这么快。那其实我可以复盘一下过去的盘面哦。当我们要下破一个派发区的时候呢，或我们要下破一个顶部形态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是在最后一波伴随着这种弱势的衰弱的这种上涨，通常啊不会是这种很猛爆的这种上涨之后呢，很狂暴的、很有力量的这种上涨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跌破，比较不会这样。通常会走的是这种衰竭的上涨之后呢，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跌破这个派发或者说顶部的箱体。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认为我们当时在这里呢，我觉得就蛮经典的，在这个箱体，当时是18000一直到上方大概25000左右的位置吧。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基本上在下破之前呢，我们走了一个这一段的上涨。那这段上涨它当然是一个衰竭的上涨，或者说它是一个不强势的上涨。为什么呢？因为它回调的比例啊，占上涨的这个的部分呢太多了。你可以看上涨之后呢，几乎又回到原点了，然后上涨之后再面临很深度的回调，上涨之后呢，又来了一个深回调，那随后呢就到达了顶部。所以我们这波上涨它其实走的一切都很不顺畅。当然了，我们这取的都是一个箱体，比较震荡时间比较久的这种箱体。那我认为这边就比较不适合参考了，因为它震荡的时间太少了，它太不相称了，跟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例子呢太不相称了。那在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它也是一个例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当时呢在走这段上涨的时候，它就走得很猛嘛。那你说接下来要很迅速的跌破我们之前在36000的位置，它其实就不太现实了。它一样是搭配了一波比较弱的这种上涨，你可能会觉得说，看 K 线的话感觉还好，它连续的阳线也挺多的。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盘面呢切到比较小级别来看，我们切到4小时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当时走的盘面呢，它是走的一个很弱势的上涨。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段，或许后面还好，或许我们到后面这里震荡之后这一段它确实走的是比较顺畅一点。但你可以看我们前面的这一段它的出生就蛮不好的。上涨之后呢，很快就来了一波下跌，然后再来了一个插针，然后呢后面它又来了一个插针，然后后续呢它也是回调的幅度很大它都有一种很不顺的这种上涨之后呢，它才会跌破我们整个派发的箱体顶部的这种派发箱体。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其实也不例外。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这个上涨它走的太猛烈了，它要直接跌破25000，或者说要很迅速的跌破25000呢，就比较困难了。那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这种上涨呢，它会为我们后续的行情呢，或我们期待的行情呢，给铺路。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一波呢，很有可能就是值得我们去布局的一波了。因为如果说我们当时呢是在上涨之后，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去做布局的话呢，你可以发现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布局的空单呢，一定会被清掉。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我们插针最高点的位置呢，就到了30200多嘛。那这个位置基本上绝对可以擦掉绝大多数的空头的止损，我认为一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认为呢，很有可能我们会再把上方的空头呢，或者说前一波的空头，我们在这个位置之前可能有人在这个位置建立了空头仓位呢，我认为会被清干净。我们价格都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它不太可能不清干净了。它都已经来到这里，而且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市场呢还是比较看空的。那我认为这一群人呢，至少他们要把目前还在场内的这些杠杆的这些仓位呢，都给清出去之后，我们才有机会迎来我们下一波的行情。所以我在短期上呢，我认为它还会再往上冲一冲的。我们至少要把这些人杠杆给清掉。那如果我们观察图表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现在
我们每当资金费率比较低的时候呢，它都会有这种轻杠杆的行为。我认为现在其实也不例外。那如果说轻杠杆的话呢，可能或许就可以到我们更高一点的位置了，比如说3万1，或者说很接近3万1的地方，3万1的这种附近，我认为就可以清掉上一轮绝大多数的杠杆了。好，所以在短期上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它在短期上还会再往上去上攻一下下。那如果我们把级别呢切小到稍微小一点，比如说4小时啊或1小时的话呢，我认为，当然我们现在在6日嘛，震荡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我们在29300、29400的这个位置呢，或许我个人有考虑在这个地方接一个短多了，就在这里接多之后呢，毕竟假日嘛，我们回这里也是蛮正常的。回这里之后，我们可以接一个短多，然后一直来到比如说当然是破前高的位置，比如说30500啦、30800啦、31000啊等等的这种地方，然后止盈平仓走人，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因为其实顶部呢它都会有一个区间如果说是只有往上插一根针的这种顶部呢，它是形成不了这种大型的顶部的。那我也会认为，其实这种做空的机会呢，或许短期内下礼拜甚至下礼拜也不一定可以出现。但可能2-3个礼拜之类的，最快可能都要到下礼拜，我认为才会比较有这种布局长线空单的这种机会。那现在我个人能做的就是或许能做个短多，或者说稍作等待一下，等待我们可以做这种长线空单的机会。那如果有现货的话呢，其实我认为现在也是个抛出现货蛮不错的时间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在3万呢，确实是面临很强劲的阻力在过去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也会认为，如果我们在大牛开启之前呢，它要突破3万，就真的会蛮困难的啦，就真的会蛮困难的，除非我们大牛真的开启了，不然你说要再面临深度的回调，已经有太多这种筹码在下面了，它确实会比较难回来所以3万这个价位呢，我认为还是相当重要，而且很关键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注册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立即拿到$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是立即拿到，完全不用等待。因为通常活动是要等待的。那我认为这个非常优惠。那如果你还没有 OKX 交易所的话呢，你现在只要 KYC 就会获得$10的赠金，也不用入金，也不用交易。那你只要做任何一笔的交易，不管是现货也好，合约也好，你就会获得$20的体验金，这真的非常优惠。那如果你想要 OKX 周边的朋友们呢，比如说帽子啦，比如说衣服啦，比如说水壶啦，你只要注册 OKX， 在下方留下你的 UID 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